欢迎来到第4度空间，很高兴你能抽出时间加入我们。非常期待今天的讨论。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你拼了命的去追求某个目标，可能是升职啦，或者是结婚，还是终于买下那间你梦寐以求的房子。对，社会文化总是不断告诉你，只要得到这些东西，你就会永远快乐。没错，但当你真的达成了，那个兴奋感，就好像放烟火一样，很绚烂，可是超级短暂。没过多久，你竟然又回到了原点，甚至心里还会开始觉得有一点点空虚。这种无止境的循环真的非常折磨人。对呀，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卡在这种循环里？在今天的深度探讨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你解开这个谜团，并且找出一条真正务实的出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却又极少被我们真正理解的现象。今天我们手边准备了2份非常精彩的核心资料。是的，第一份呢是来自正向心理学顶尖学者 Sonia Lyubomirsky 的著作，叫做《快乐的神话》的精华摘要。那本书真的很有名。对，而第2份资料就非常特别了，它是一份针对这本书的圣经与神学反思，同时还附上了极具实用性的生活应用指南。我看到这份资料的切入点时，真的觉得超级特别。我们平时看习惯了那种冷冰冰的科学数据，但这次竟然加入了神学跟古老信仰的视角。这两者的碰撞其实给了我们很不一样的启发。没错，科学帮我们精准地指出了人类心理的盲点在哪里，而古老的智慧呢，反而为我们指引出更深层的解方。确实是这样，这次探讨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这2个视角完全不互斥。科学帮我们命名了问题的运作机制，就是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信仰则是深化了答案，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还有更重要的，我们该如何安身立命。当诚实的心理学遇上深邃的神学，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快乐的全貌。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首先，我们得先认识一下这位点出问题的科学家 Sonia Lyubomirsky。他是一位非常权威的学者哦。对，他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杰出心理学教授，而且还拥有哈佛跟斯坦福的亮眼学历。他可不是那种你知道只会喊喊口号的自助大师，绝对不是。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实证科学家，主张要用庞大的数据来打破坊间那些陈腔滥调。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他提出的那个40%法则。哇哦，那个真的是他在上一本著作中非常震撼学界的突破性发现。真的，他透过长期追踪数据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快乐程度其实有50%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一半都是天生的。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大脑里内建的一个快乐恒温器，每个人天生就有一个预设的基准线。然后最有趣的是，我们平时最爱意花最多力气去改变的那些生活境遇，比如我们的存款数字啦，有没有结婚，或者是住在哪个城市。这些我们以为很重要的东西，居然只占了快乐影响力的10%。这个数据真的完全颠覆了我们的直觉，真的超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力不从心，因为我们把90%的精力都花在那些只能改变10%快乐的事情上。没错，但这份数据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就是剩下的那个40%。对，这40%的快乐是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太棒了！这40%取决于我们每天有意识的刻意练习，看待事物的视角，还有日常的行为。而在《快乐的神话》这本书中，他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力气花错地方。这一切其实都要归咎于一个核心的心理机制，叫做享乐适应。享乐适应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但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真的，资料里有提到，这就像是人类大脑的内建程序，我们天生就容易对事物感到习惯。没错，遇到好事情我们会开心一阵子，但很快的，大脑就会适应这个新常态，把快乐指数又拉回原来的基准线。遇到坏事也是一模一样的机制。因为大脑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我们生存，而不是为了让我们永远处在兴奋状态。
也是啦，如果永远都很嗨，心脏可能也受不了。对呀，基于这种享乐适应机制呢，Lyubomirsky 指出了我们常犯的2大迷思，那就是抵达谬误。抵达谬误，对，我们总是以为某个终点线背后藏着永远的幸福。比如我们会想，等我结了婚，或者等我升了明理，我就会永远开心了。然后另一个极端则是摧毁迷思。没错，我们会在脑海里无限放大那种恐惧，觉得如果我离婚了，如果我被公司解雇了，或者如果我生病了，我的人生就彻底毁了，再也站不起来。这2种迷思其实都严重错估了享乐适应的威力。我们高估了好事带来的长久喜悦，也高估了坏事带来的长久痛苦。是的，这就带我们进入了书中最精彩的精华摘要部分。我们来看看最常让人跌入陷阱的2个领域，那就是关系及金钱。这2个真的是大雷之区。说到关系，社会总是灌输我们一种很像童话故事的期待，好像只要找到那个完美的另一半，从此就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实证资料呈现出来的样貌却复杂了多了。没错，资料显示，婚姻确实会为双方带来所谓的快乐激增，但这个蜜月期，你猜多长？通常只为期大约2年。2年？对，2年之后，夫妻会适应这个新常态，快乐程度会慢慢回到婚前的那个基准线。这并不是说婚姻不好，而是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不可能永远维持在放烟火的那种极度兴奋状态。对，大脑会适应的。接着我们来看育儿，社会总是把生儿育女描绘成人生终极快乐的泉源，没有孩子，你的人生就不完整。但资料真的很残酷，他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往往比非父母承受更多的压力与疲劳。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正在收听，而且你刚好身为父母，有时候在日常生活中觉得疲惫不堪，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无时无刻都感到快乐，这很正常。对，请你一定要立刻放下你的罪恶感，因为这完全是正常的。资料并不是说育儿没有深层的意义，而是你日常的那种快乐感确实会被照顾小孩的庞大压力给稀释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意义感与当下的快乐感本来就是2回事。真的，另外一个关于关系的迷思是对于单身或者是离婚的恐惧。很多人害怕离开一段很不愉快的婚姻会导致终身悲惨。被困住了。但长期的追踪数据显示，那些离开高度冲突或不愉快婚姻的人，最终他们的快乐程度不仅会回升，甚至往往会超越他们原本在不良婚姻中的那个基准线。哇，所以其实是有反弹能力的。对，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向工作与金钱。我们总觉得只要拿到那份梦幻工作，或者是赚到更多的钱，人生就完美了。但资料提到，再怎么梦幻的工作，最终都会变成日常公事。你会适应新的头衔，也会习惯新的办公室景观。那金钱呢？至于金钱，科学证实，金钱买不到快乐这句话，其实只有一半是对的。在满足我们中产阶级基本需求之前，金钱确实能显著提升快乐。但关键就在于，超过了那个舒适的临界点之后，更多的财富对日常快乐的影响就变得微乎其微了。没错，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所谓的生活方式蔓延。我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立刻就想到我们在台湾的生活经验。怎么说？你想哦，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觉得去吃一顿那种连锁的回转寿司就已经极大的享受了。对，觉得超有仪式感。没错，可是后来出了社会，加了薪，现在周末如果不是去吃那种高级的无菜单料理，反而还会觉得有点失落。胃口被养大了。对，我们的收入增加了，可是我们的期望和欲望也跟着膨胀了，这就是标准的生活方式蔓延，对吧？这个例子举得非常精准。你拥有的变多了，但你的快乐基准线也跟着提高了，所以你永远都会觉得好像还差一点。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我们都知道大脑会不断适应，不管是对于伴侣还是对无菜单料理，最后都会麻木，那科学家总有给出什么破解之道吧？当然有，既然核心问题是出在适应，那么解方就是要有意识地打破适应。怎么做呢？在关系上，Lyubomirsky 建立要刻意为关系注入新奇感，
大脑对重复的事物会感到无聊，所以不要总是去同一家餐厅约会，去尝试新的活动，保持肢体接触，并且每天刻意对伴侣表达感恩。感恩是打破理所当然最强大的武器。没错。那在金钱上呢？既然买名牌包或者是换新车，我们很快就会习惯。资料有建议我们该怎么把资源转换成那40%我们可以掌控的快乐吗？科学强烈建议我们花钱买体验，绝对胜过买物质。体验。对，因为我们对实体物品的适应速度真的非常快，但记忆却会随着时间增值。一场演唱会、一趟旅行，或者是和老朋友的一顿晚餐，这些体验在事后回想的时候，往往能带来持续的快乐。了解。另外2个高效的策略是买回时间和轻社会支出。买回时间这个概念我很喜欢，比如说你花点小钱请人来家里打扫，让你周末能够真的有空陪孩子去公园走走，这其实比买一个很贵的新玩具给孩子更有价值。绝对是。而轻社会支出就是把钱花在别人身上，不管是顺手请同事喝杯咖啡，还是捐款给慈善机构，科学发现这带来的快乐感出奇的高。探讨完关系与金钱，我们接着进入书的第3部分，逆境与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刚刚我们提到了毁灭迷思，也就是我们以为一旦遇到疾病或悲剧，就绝对无法再快乐起来了。没错，这部分读起来真的非常有力量。资料指出，我们远远低估了自己大脑里的心理免疫系统。就像我们的身体有免疫系统对抗病毒一样，我们的心理也有一套机制来消化创伤。我们从坏事中恢复的速度真的远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而且不仅仅是恢复哦，研究甚至发现，许多经历过重大创伤的人报告了所谓的创伤后成长。创伤后成长，对，这不是说创伤本身是好的，而是人类拥有在废墟中重建的能力。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对生命有了全新的感激，拥有了更深厚的人际关系，并且找到了更明确的人生目标。这种心理免疫系统也同样运作在我们的日常后悔当中。我们常常害怕做错选择，觉得要是当初我选了另一家公司就好了，然后以为自己会抱憾终生。其实不会。对，实际上大脑非常擅长将我们做出的选择合理化。就算真的跌倒了，大脑也会帮我们在失败中找到一线曙光，让我们觉得其实这样也学到了不少。还有一个常被误解的领域，就是关于老化。社会总是在过度颂扬青春，告诉我们年轻才是快乐的，变老就是一场逐渐失去的悲剧。结果研究数据却告诉我们，老年人其实比年轻人更快乐，而且情绪更稳定。真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一点觉得非常惊讶，但细看原因又觉得极度合理。因为当人们意识到时间有限的时候，他们会改变策略，不再浪费时间。对，他们不再为无谓的小事烦恼，也不再去迎合那些不重要的人，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资在真正有意义的关系和当下。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的图景连接起来看，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用科学的放大镜检视了快乐的机制。科学非常精准地指出了问题，也就是那个让我们永远不满足的矮适应性。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心理学的层面，这份探讨就不够完整。这就是我们第2份资料要带给我们的视角：圣经和古老神学是如何加深我们对这些心理机制的理解。说到这里，我们不是要用信仰来推翻科学数据哦，相反的，这份资料让我看到两者是如何完美契合的。就像你刚才说的，科学家所说的抵达谬域，其实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中就已经被非常深刻地描绘了。没错，我们看传道书中的传道者，他拥有极大的财富和地位，他几乎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资源，追求了所有的享乐和成就。但最后他大喊什么？虚空。虚空，对，为什么？因为他亲身验证了享乐矮适应的极限。他发现终极的属足是绝对无法建立在那些不断变化的外在事物上。这也呼应了耶稣的警告，不要把财宝积攒在地上，因为那些东西是脆弱的，会朽坏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根本无法承载你终极的快乐渴望。所以当科学告诉我们矮适应会偷走快乐的时候，信仰补充了背后的原因。因为从一开始
这些东西就不是设计来承载你终极的满足感的。说得太好了。那既然外在事物靠不住，这份神学指南给出的解方是什么呢？是知足。在腓立比书中，保罗教导说，他在任何处境都学会了知足。请注意哦，这里的知足不是一种对环境妥协的消极心态，或者是什么阿 Q 精神。那是什么？信仰将快乐重新框架为一种由基督形塑的内在姿态，它不再仅仅是对外在环境顺遂与否的一种反应，而是一种扎根在内在的稳定状态。这也让我联想到我们刚刚聊到的逆境与心理免疫系统。科学说我们会慢慢恢复，那神学是怎么看待我们在苦难中的经历呢？圣经从未承诺信仰可以让我们免于苦难，但像雅各书等经文提到，苦难能生出忍耐和品格。这里的神学视角不是那种一切都会变好的盲目乐观，它建立在一种深刻的确信上，相信上帝能够救赎我们的试炼，并使用这些苦难来塑造我们的灵命。这意味着我们的恢复力不只是靠大脑的自我欺骗或心理机制，而是扎根在一种更高层次的目的之中。这份资料在探讨关系和财富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也让我印象很深刻，那就是管家职分。科学建议我们要对伴侣感恩，要把钱花在别人身上。这其实在神学中就是把我们拥有的一切看成是上帝的恩赐，而我们只是这些恩赐的管家。这个观点很棒。对，这是非常精妙的对应。圣经认为婚姻、家庭和社群都是极其美好的事物，但他们绝对不应该成为偶像。把人当偶像压力太大了。没错，所谓的偶像就是当你把伴侣或钱当成你的神，要求对方必须满足你所有的快乐和安全感的时候，这段关系迟早会被这个沉重的期待给压垮了。真的是这样。健康的神学视角是把这些视为礼物。当你不把伴侣当成偶像，你就能真正的爱他；当你不把钱当成偶像，你就能自由的用它来祝福别人。资料中还有一个很宏观的概念，叫做终末论视角。这词听起来有点神学门槛了，我们能不能用比较白话一点的方式来理解它呢？当然可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部你已经知道结局一定是好结局的长篇电影。哦，被爆雷了。对，好结局的爆雷。当你在电影中段看到主角陷入低谷，或者经历短暂的快乐时，你不会绝望，也不会过度沉迷，因为你知道这只是过程，不是最终的结局。这就是终末论视角带给我们的上代成就的眼光。我懂了，所以福音将我们现在经历的悲伤与喜悦都放入了这个上帝在更新万物的大故事线中，这给了我们一种很安定的力量。我们现在的快乐不会因为短暂的享乐适应而失去意义，我们现在的痛苦也不会彻底摧毁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结局是有盼望的。解释得非常好，这赋予我们一种既不会被享乐抹灭，也不会被悲剧摧毁的深层意义。听了这么多丰富的洞察，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想，那我今天在生活中到底该怎么做？这让我们知道大脑会习惯一切，那我们该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害进这个系统？这份资料为我们整理了6个结合心理学和信仰实践的具体案例，我们来聊聊怎么按用。我看资料里提到，第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每天1到3分钟的感恩练习。没错，这个动作看似微小，但科学上它直接打断了我们大脑的适应循环，不让我们把拥有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而在信仰上，这其实就是在培养凡事谢恩的心态。除了感恩，另外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刻意在日常中加入新奇感。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不要总是走同一条路散步，每周和太偶或朋友尝试新一份食谱，这能防止关系僵化。那在资源的运用上呢？资料建议我们买体验或买回时间，这其实就是良好管家职分的展现。将资源用在刀口上，把资源用来培养真实的生命连结，而不是累积社会地位。
花点钱请人除草或打扫，让你可以多出1个小时陪伴家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不过，生活中总是有无法用钱解决的困境，这时候资料建议的第4点就非常重要了：练习神圣的哀歌和诚实的祈祷。这点真的很触动我。遇到悲剧时，这份资料告诉我们，不要用虚假的正能量把悲伤扫进地毯底下，将真实的悲痛，甚至是生命的疑惑，诚恳地带到上帝面前。这不是软弱，在圣经中，这是通往疗愈和建立真实信任的途径。那如果痛苦是来自于我们自己错误的选择呢？这就来到我们第5个实践，将后悔重新塑造为学习。与其深陷在痛苦中，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这段经历将如何塑造我对他人的同理心，把失败转化为谦卑与成长的养分。最后第6点，也是在现代社会特别重要的一点，守安息日和设定界限。这个真的很难，但很必要哦。每周为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界限，放下追求生产力和他人的比较。休息不仅仅是让大脑重置，这份资料说，它更是一种神学上的纪律，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的生产力。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了让这些概念更立体，我们来想象一个具体的情境。假设你今天终于拿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经理位置，第一天你真的是开心到要飞上天了，觉得一切的加班都值得了。对，但让我们快转到3个月后，你坐在同一个办公室，看着同样的电子邮件，塞在同样的通勤车阵中，你开始觉得，原来升职也就是这样而已啊，这就是享乐适应发挥作用了。这时候，如果用我们今天学到的视角，我们该怎么调整心态？诀窍不是去讨厌这份升职，而是拒绝让这份升职成为你定义自我价值的祭坛。我们可以试着把它看作是一种管家职分的展现，也就是用这个新职位带来的影响力去服务你的团队，用多出来的薪水去资助有意义的体验，或者为真正重要的事情腾出时间。不要把它当成崇拜的偶像，而是把它当成祝福他人的工具。完全正确，这正是诚实的心理学加上福音形塑的实践。如果我们要为今天的探讨下一个注解，快乐的神话中的科学研究就像是一面清晰的镜子，帮助我们看清人类大脑的陷阱。我们总是错估快乐的来源，又容易对美好的事物感到麻木。而圣经与神学则是重新定向了我们的目光，它提醒我们不要去追求完美的享乐，那是一条死胡同。相反的，我们应该走向感恩、忠诚的关系，以及在苦难中稳住我们的盼望。这条结合了科学与信仰的务实之路，才能带我们走向稳定且持久的喜乐。在我们今天结束这场探讨，让你回到日常生活之前，不妨请你想一想，那个你现在正拼命追求，认为只要得到就会永远快乐的目标，是不是反而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让你忽略了此时此刻，今天就能透过感恩和陪伴，那40%你完全可以自己掌控的快乐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希望这能为你的今天带来不一样的视角与启发。今天的深度探讨就到这里，我们非常享受能和你一起拆解这个迷人的主题，希望你能带着这些洞见，在接下来的1周里尝试那6个小小的实践。谢谢你的收听，期待我们下次的第4度空间再见。再见，祝你拥有充实且充满意义的一天，愿神赐福你。